Hot Search 1。徐若瑄，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星，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挑战。去年，她才刚刚宣布结束与新加坡富商李元峰的9年婚姻，随后又迎来了新的考验。今年初，她在例行健康检查中，意外发现自己罹患了甲状腺癌。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，让她一度无法接受，心中充满了怎么会是我的疑问。然而，徐若瑄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，在接受这个现实之后，她积极面对，并迅速安排手术治疗。幸好发现的早，她的治疗进展顺利，康复的机会也很大。这次健康危机让她更加明白，生命中很多事情是无法掌控的，但唯有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维护的。她坦言，经过这次经历，她的人生观改变了很多。她变得更注重自己的健康，也更愿意向周围的亲朋好友们唠叨，提醒他们要重视健康检查。她说，有些问题身体不会感到不适，但这不代表没问题。天灾人祸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但我们至少可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。这份感悟让她明白，生命的无常提醒着我们要好好珍惜当下，不要等到错过了才后悔。徐若瑄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名人的经历，更是一个提醒每个人都该重视健康的故事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忙碌的生活节奏让许多人忽略了对自己身体的关注，总以为自己还年轻，没事，等到身体出现症状才会去看医生。徐若瑄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不论面对多么艰难的挑战，我们都应该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，好好过生活，不留下遗憾。Hot Search 2。罗伯特·甘乃迪近期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。他与前总统川普共同提出了一项倡议，呼吁美国公共供水系统移除氟化物。这一呼吁在社会各界引发讨论，支持者认为这是对公共健康的重要反思，反对者则认为缺乏科学依据。甘乃迪强调，氟化物添加在公共供水中的做法始于2战后。当时人们认为氟化物能有效预防龋齿，尤其对儿童有帮助。但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氟化物可能对健康有潜在风险，特别是过量摄取时，可能对骨骼、牙齿及智力发育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他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项措施，并进行更深入的科学评估。支持甘乃迪的人认为，氟化物对健康的影响仍有许多未知，特别是长期大量接触下可能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。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权知道自己喝的水中含有什么成分，这些成分是否会对健康造成风险。甘乃迪表示，公共健康必须建立在透明和充分知情的基础上，民众应有权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添加剂。反对者则认为，氟化物的使用经过多年的实践，有充分的科学研究支持其在预防龋齿方面的有效性。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多次强调，饮用水中的氟化物含量在安全范围内，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这些专家认为，氟化物是公共卫生的一大进步，尤其对于无法经常接受口腔保健服务的弱势群体来说，能提供有效保护。这场关于氟化物的辩论让我们重新思考健康与风险之间的平衡。甘乃迪的倡议无论最终能否实施，至少唤起了大家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，是否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重新审视。Hot Search 3。最近，知名主持人赵少康在脸书上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心脏手术经历，这让很多人都对健康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反思。赵少康透露，他经过医生的检查后，发现自己有主动脉瓣膜闭锁不全的问题。这种病症使得他的舒张压只有50-60毫米汞柱，并且有1/4的血液会回流到心脏，这让他决定接受预防性的开心手术，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。赵少康的主治医师是振兴医院的院长魏征，他指出，主动脉瓣膜闭锁不全通常不会有明显的不适症状，往往是在健康检查中才意外发现的问题。对于这次手术，
医生的建议是趁心脏功能尚好的时候，尽早接受手术，这样复原速度会比较快，风险也会相对降低。因此，赵少康在医师的建议下，勇敢地进行了这次高难度的手术。手术过程中需要让心脏暂停3个小时，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身心的巨大挑战。手术完成后，赵少康在脸书上幽默地说自己好久不见，并表示这不是出去旅游，而是动了这辈子最大的一次工程。这样的分享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他坚强的意志力，也让人们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。魏医师也提醒大家，主动脉瓣膜闭锁不全虽然不一定会有明显症状，但一些迹象仍然值得注意，例如收缩压特别高、舒张压偏低，或者容易感到喘。这些问题可能代表着心脏负担过重，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检查与治疗。尤其是中老年人，定期做心脏超音波检查是了解自己健康状况的有效方法，及早发现问题才能及早治疗。Hot Search 4。最近，泰国正式宣布对台湾实施永久免签政策，这个好消息迅速传遍各大社群平台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知名旅游部落客布莱恩在脸书粉丝团上分享了这则消息，指出泰国经济贸易办事处代表宣布，台湾旅客可以享受永久免签待遇。对于许多台湾家庭来说，泰国一直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，那里的热带气候、丰富的文化遗产、美味的当地美食以及友善的人民，让泰国成为了人们理想的度假胜地。过去，申请签证对很多人来说是一道小小的门槛，虽然手续并不算繁琐，但总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。而这次泰国的永久免签政策，无疑为大家提供了更大的便利，让去泰国变得更加随心所欲，让说走就走成为可能。旅游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一次放松的机会，更是一种享受生活、增进家人感情的方式。无论是与伴侣一起漫步在普吉岛的海滩上，还是带着孙辈们去探访曼谷的夜市，这些珍贵的旅游经历都将成为家庭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此外，泰国政府此举也显示出对台湾旅客的重视和友善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政策吸引更多台湾人前往泰国旅游。泰国旅游观光局也预计，随着免签政策的实施，台湾旅客的数量将大幅增长，有望在年底达到100万人次的目标。对于每个热爱旅行的人来说，这次泰国免签的政策就像是一份意外的礼物，它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踏上旅程，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。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这更是一次享受生活、珍惜家人陪伴的机会。Hot Search 5。川普在美国大选中再次当选，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市场的巨大波动。比特币在短短时间内突破75000美元，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关注。这样的场景可能让许多普通家庭也感到不安，甚至萌生了想要跟风的念头。但其实，面对这样的市场动荡，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，制定适合自己的财务策略。对于一般家庭来说，比特币或是股市的快速上涨固然让人心动，但风险也随之增加。市场的波动往往反映着投资者的心理预期，而非实际经济状况。川普的当选被部分人视为对经济的利好，使得市场信心迅速上升。然而，这样的波动未必能持久，投资人有时更应该注重长期的稳定收益，而非短期的投机行为。像这次比特币的飙升，许多人开始幻想着一夜致富，但真正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能稳步前进、坚持自己理财计划的人。无论是购买股票、基金，还是投资其他资产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分散风险，不要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一个不稳定的市场中去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某个市场出现了波动，我们的整体资产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此外，保持家庭财务的健康需要我们注意支出和储蓄的平衡。当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时，
保持足够的流动性，可以让我们在需要时不必过度依赖市场表现。这次比特币的上涨只是经济波动中的一环，对我们每个普通家庭来说，平衡收入与支出，保持积极的理财态度，才是应对一切变化的关键。